好，今天是5月31号早上快7点的时间呢。今天就会是我和第2位我的浪人镜头计划的一个人的合作的拍摄，要开始准备一下东西，吃个早餐。那么昨天应该已经有把我需要充电的东西都已经充电好了。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拍摄的前一天一定要好好睡好觉，一定要好好把精神给弄好，然后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虽然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个事情要做，这个事情要做，这个影片要拍，那个影片要剪等等这件事情，但每一天都会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focus 在这个上面。准备好啦，把我的古典音乐关掉，去领钱了。Good morning. Where can I find an ATM around here? Yeah. You just can go up the street and then you're going to find one DM shop. Okay. If you're turning to the left, you're going to find one post that they have an ATM machine there. Okay, thank you. No problem. 今天天气不错，刚刚我走出来的时候，各位有看到吧？那么外面就是一出来的时候，就大家开始吃早餐了。对，其实现在人还算少，待会在8、9点的时候人就会超级多了。但是呢，我通常在台北的时候早餐都不太吃，到10点、11点才吃的。这是因为我是看那个 Andrew Huberman 的 podcast， 他这样推荐的。接下来我就要去领我的现金，这个就是奥地我住的地方附近的街道，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墙面上其实蛮多涂鸦的，对不对？然后那个地方也是，这里也蛮多涂鸦的，他们的一些奥地利的特色，这个区域的特色。大家也差不多开始工作了，但店家还没有开。哇，看这个门口超大的，这就是他刚说的 DM， 就是类似我们的超市。这边有一个青岛超市，这个中国超市哦，看到了 Cash ATM。接下来我就来领钱了。好，我刚刚已经把卡片插进去了，我就选英文。好，我的密码吼。好，我输我密码了，然后这边是 cash， 它这边的密码跟台湾是不太一样，是4码的，所以有些卡片你出国的时候记得要申请，就是提款卡的功能的话，它会要求4码的密码，台湾好像是最少6码以上。好，领个400欧，转换成大概是15000左右，汇率哦就是这个样子，各位自己看一下，0.0225，巴拉巴拉 ，accept conversion， 转，我进的密码错误了，怎么回事？再一次。那我刚发现那个 ATM 有些问题，也许我要换一台 ATM 才行。哦，来附近找一找吧。这边又一个 ATM， 感觉是同一家，我再试一下吧。如果不行的话，就要换一张卡片了。我来试试看。哦，这一家的 ATM 卡就可以了，所以不是我卡片的问题，是刚那个 ATM 的问题。Cash 出来。OK， 那么今天早上完成一件小小的成就，领了现金。虽然刚刚稍微虚惊了一场，发现现金竟然没法领出来，你会想说哇，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卡出问题了吗？什么什么的。可如果你第一次旅行的话，这种事情也不能说常会发生啊，但是偶尔会发生一下，那就冷静下来，可以就慢慢把事情做完，都可以时间还很多，对不对？啊，这种是生活上的一些麻烦事，遇到了就处理。慢慢的，你在面对生活上一些琐事，等你回到台湾啦，回到自己家乡，任何事情都会觉得特别的简单，因为你一个人在国外之后，就面对一些这种鸟事都会发生，对不对？好啦，那其实今天这个地方很漂亮，但是我并不是来这边旅游的，我是来进行我的浪人镜头计划的 ，OK？ 所以我早上回旅馆，就休息一下，整理一下。那我接下来回旅馆，我现在去吃个早餐吧。Thank you, I got it. Thank you. Thank you. Hello, sir. Can I have a breakfast? Right this, right? Yeah, no problem. Thank you. OK， 接下来我来吃早餐啦。这边早餐其实还蛮不错的。我通常喜欢吃鸡蛋，这个猪肉虽然说我也觉得 OK， 但今天就先不吃猪肉吧。蔬菜非常重要啊，我超爱吃蔬菜的。番茄，我来吃个番茄。黄瓜，吃一个地方。小拿一块面包，补充一点碳水化合物，这就是我的早餐了。所以啦，很多人可能不习惯一个人旅行啊。OK， 不得不说，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有伴起来的。那么，一个人旅行有它的好处，也有些坏处。那好处觉得很自在啊，时间什么都自己来。
等等这些事情。后来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我一个人会很孤单啊，我想吃饭一个人吃啊。我理解啦，如果说你想要跟朋友一起出来，不要像我这样子一个人的话，孤单一点的话，我可以理解说你不喜欢一个人吃饭等等等。但是呢，如果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自在一个人吃饭等等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多好处的。那希望可以把这个旅行过程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可以分享给各位，之后各位在进行自己的当人属性东西的时候，可以知道大概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加一些论调，说什么啊，一个人旅行很棒啊，一个人旅行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等等这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都已经太相怨了。我也都说中性的，给大家一个通知，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可以接受的朋友们，可以撑过这样一个人孤独的时刻的这些情形。那对我来说，我们要讲更深入一点的话，我常跟各位讲说，你要提升你的让人社交能力。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你有能力可以去认识人，比如说我可以去外面跟他拍摄，我可以去跟外国人交流。甚至可以跟外国人去聊很多深入的话题。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份能力的时候，真的是这种靠谱了。靠谱一点就是说，你知道你这份能力的时候，像现在，比如说我现在一个人吃饭等等这些情绪，你就会觉得很自在，因为不管是你的内心上面、主观意识上，你可以承受这件事情，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可以享受这件事情。客观上面你也知道说你是有能力的，这个都是一些我可以把一些心理的东西来跟各位讲的啦，好不好？对，这边要特别打广告一下。世界大同卷轴里面有过去10几年练习我社交属性的这些方法，等到你练起来会的时候，对不对？你有这份能力之后，像现在我要专注在我拍有让人镜头计划的部分，也很需要我的社交属性。我必须要在大马路上去面对一个陌生人，哪聊这么多深入的话题，这个都是需要多年的让人社交属性的练习实践才能办到这些事情，才能在即时的地方，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去跟人家交流，而且还包含着我还要拍摄影片。难度又在更加增高。如果你不用拍摄影片的话，你可以更加简单、更加交流了。大家拍摄影片，呢，也是另外一个课程，觉得你的现实的这东西的，也是很棒的一个课程。继续推。OK， 各位，让人镜头计划维也纳第2个的拍摄。那么待会我会跟我的拍摄对象约在一间咖啡店，应该就是这一间吧。待会我就约在这个地方，但我先提早1个小时过来。以免交通发生一些问题啊什么之类的麻烦，提早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幕后花絮。然后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闹区，我看整个地方超多人的。给各位一个小小的 tip， 我会先提早到1个小时，然后先进行一些 B-roll 的拍摄。提早到嘛，有些人不想要提早到就要等，但不需要等，我们可以先到附近拍一些东西，心情就会跟大家惬意，然后这些 footage 之后都可以用。所以接下来一开始呢，我会先在这边先录一个这个影片的开场白 ，OK， 到时候这影片一开场的时候，就会是我现在要讲的话。好，那我现在就要拍一下这个开场白了。那我想要找一个背景比较好的地方，这边有个垃圾桶，直接在这个地方，其实不太好看，所以我看了一下，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还不错。Hello， 各位，一样，现在我人正在维也纳。那么呢，今天我会来带大家看一下。OK， 刚刚已经录了第1遍的开场白，就讲了普通，一开始一定是比较僵硬的嘛，但不一定，有时候第一次录的会是最好的，对，不一定。但我照惯例我就录个3次，好啦，各位看一下这边人超多的，想要学习怎么去在大众的那个人多的地方拍摄啊，你就要去克服在这个大庭广众地方拿了相机的这个情形，好好加油啊！好了，那我现在已经录完开场白了。录完了3次，可能那接下来我有点时间，我就会到附近这些所有的地方拍 B-roll 啊，拍这些东西啊，然后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会去我跟这个拍摄对象的地方，然后就准备跟他见面。刚好现在也稍微穿暖身，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氛围。OK， 那我已经拍完1圈了，旅客真的超级多，这边旅客真的非常的多，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在这边，不过也真的很漂亮。然后我快速的拍了一些特写小的东西，逛了可能没有拍太多，就拍一些特写小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小的东西其实更加重要，可以更加看到这个城市的一些 detail， 而不是只是拍一个大照片，那我是一个停的一个地方。好，那我觉得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大概还有20多分钟，就慢慢走回去，待会要去跟我拍摄对象见面的地方，然后就正式开始跟他今天的
对话，所谓的浪人镜头计划。这一场马拉松啊，哇！